问：如果必须在做饭和洗碗之间做选择，你选哪一个？我选择吃。上期听说有人不想洗锅，那这期的小锅料理我就满足你，来做3款不用洗锅的锡纸叠叠堡，还是一锅到底，15分钟就好，低碳高蛋白，一锅吃到饱。开始之前，请把你最喜欢、最讨厌的食材打在公屏，说不定下期我就采纳了呢。第一款红烧风味的锡纸牛肉叠叠堡，牛肉垂直纹理切成片，加屏幕上的材料腌一会儿。这时肯定有人要说，骗我不用洗锅，竟然还要洗碗。不想洗碗好办嘛，找个保鲜袋，做个马杀鸡。这个方法还可以周末腌好，放进冷冻，工作日随吃随用，入味更浓。腌制的空档，把3种配菜全部切成条。记得吗？微波炉不洗碗的小妙招是油脂，那平底锅不洗锅的好搭档就是锡纸。2张锡纸交叠铺开，随意的沿锅边压平，就可以进入熟悉的叠叠乐环节。1楼洋葱，2楼胡萝卜，3楼土豆条，来点黑胡椒和生抽，可以再铺点 See you tomorrow， 最后铺上满满当当的牛肉。楼顶放张小一点的锡纸，再把下边的锡纸从4面八方盖过来，严严实实捏起来。盖上锅盖，中小火焖煮15分钟。开锅时当心蒸汽警告。用刀尖把锡纸横纵划开来，撒一把白芝麻做个点缀。身为香菜新人，再来加点灵魂。哒哒！你担心土豆没熟，瞧瞧这粉糯的程度。锡纸形成的高温密闭空间，把食材焖得透透的，每一层食材的风味都相互交融。这一道堪称是不洗锅版的快手土豆炖牛肉。第2款香辣过瘾的锡纸鸡翅叠叠堡，洗过澡的鸡翅们前后分别划2刀。我用了10个鸡翅中加3大勺生抽，1大勺蚝油调个味，再来1大勺老抽做美黑，辣椒粉拍进去，拌拌匀。也可以再丢几片生姜去腥，彩椒切圈，菌菇去根。如果你也洋葱打妹，那就换成西葫芦。如果忘记煮米饭，那就切点粗粮来替换。1楼西葫芦，2楼彩椒圈，撒1小勺盐，辣椒粉你随意，空隙铺入白玉菇，最后再用鸡翅和玉米盖个顶。我这是为了画面效果，你可以不用这么做。腌鸡翅剩下的酱汁别浪费，给玉米也加点风味。中小火10分钟，化开瞧一瞧，鸡翅的香味扑鼻而来，撒一把红绿相间的辣，哒哒！鸡翅香而嫩，玉米鲜而甜，彩椒软而糯，还有一层微辣包裹在每种食材之间，一不小心就吃出了麻辣香锅的那种过瘾。第3款鲜香嫩滑的锡纸虾仁叠叠堡，提前解冻好的虾仁，加点白胡椒和盐，可以再来点姜片，捏捏匀，去腥，取点粉丝泡个澡。日本豆腐拦腰切1刀，等它自己溜出来，小心的切块备用。用屏幕上的材料来调个灵魂酱汁。有了这一层风味，多洗1个小碗绝对值。1楼金针菇，2楼小粉丝，3楼日本豆腐，顶楼虾仁往上铺，浇上酱汁，盖上锡纸，中小火6、7分钟，切开来，撒点葱花做点缀，哒哒！虾仁、豆腐和金针菇的搭配，其实就是最基础版的山珍加海味，简单的一焖就能激发出特别的鲜美。粉丝们吸饱了汤汁的精华，滋溜一口，可太满足啦！哦，对了，做锡纸叠叠堡用没图腾的锅比较好。如果心疼你家蝈蝈，我会把2种替换方案写在简介里，欢迎自取。
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视频开始之前，请在弹幕回答一个问题：今天晚上你准备吃什么？明天呢？后天呢？如果像这位同学一样想学做饭善待自己，但不知买啥也没头绪，我来告诉你，只要一口小锅足矣。这样的都可以。今天就跟着我一锅到底，来做3款15分钟搞定的懒人小锅料理。第一款，滋味香浓的番茄牛肉叠叠锅。基础食材总共4样，以及可有可无的香菜党是你吗？洋葱切条，番茄切片，卷心菜嘛，直接上手，刷刷刷。准备工作 B， 叠叠乐环节走起。1楼洋葱，2楼卷心菜，撒1小勺盐做个隔层，3楼铺满番茄片，有番茄酱或番茄膏的话怼上一点，可以再来点胡椒粒儿。顶楼平铺满满的牛肉卷儿。高汤这个东西，想学的请扣1，嫌麻烦的请扣0，扣0的就快一点浓汤宝做个 B。 直接倒一杯清水，1/3满就可以。开大火煮沸。可能看不清，但它真的沸了。再转小火炖上5-6分钟。哒哒，根据你的口味点缀绿的香和红的辣，来听听美食界的天籁。开吃之前搅一搅，直接上桌，配上一碗出门前焖好的米饭，这叫一个舒坦。或者最后用汤底煮一锅乌冬，肯定也很赞。卷心菜被煮得软糯，透着洋葱的清甜，牛肉浸透了番茄的香浓，各种食材的鲜味融会贯通。第二款，回味清甜的娃娃菜培根叠叠锅。基础材料只有2样，另外2样可有可无，但能让滋味更加丰富。取1颗娃娃菜，一层一层的剥开它的外衣。想吃的随意一点，就1楼娃娃菜，2楼培根，3楼玉米。想吃的精致一点，就根据你取到菜叶的尺寸调整一下培根的长度。2片娃娃菜加1片培根为一个基础三明治，叠起来，叠起来，叠起来。切2刀，码入锅，再叠起来。圆心的位置可以把剩下的菜心拦腰切断摆进来。懒得煮米饭的话，也可以把 C 位留给几节玉米。锅中倒入半满的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加勺酱油调个味儿，再转小火炖6到8分钟。哒哒，撒一把葱花，直接上桌。一筷子下去，有菜又有肉，培根的咸香和娃娃菜的清甜在口中合二为一。随手一煮的玉米里，竟然也能吃出排骨汤的香气。第3款，酸辣低脂的金枪鱼泡菜叠叠锅。小锅预热，倒一丢丢油，下1/4个洋葱丝儿，用筷子当铲子炒到半熟，叠1层泡菜，蒯1勺韩式辣酱，再倒半锅清水。等待煮开的时候，给豆腐盒的屁股剪2个小洞，横纵划几刀，轻松倒出来。这锅先煮开，再来叠食材：老豆腐、金针菇，再加1罐金枪鱼，点缀一抹绿，咕嘟咕嘟。忘了煮饭不要紧，几个饺子直接丢进去，边煮边吃才过瘾。这锅的食材低脂高蛋白，酸辣又爽快，夏天能拯救你的食欲，秋冬能温暖你的胃和心。饭量小吃不完的话，第2天把剩菜重新开火，下个泡面，加片芝士，就是一个韩式部队锅。3款叠叠锅，你最爱哪个味？再忙再累，也要记得善待你的胃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问：每天早上你留给早餐的时间有几分钟？
再问你的早餐习惯是不是以下其中一种？如果想甩掉陈年赘肉，请把以上选项抛之脑后。今天来分享几款减脂早餐的吃法，我愿称之为剩菜之王，懒人之光。早餐有15分钟的同学，可以来做个虾仁烘蛋一锅端。假设前一天你吃的是虾仁豆腐叠叠堡，那腌虾仁的时候顺手留几个就好。第二天早上简单弄点小番茄，1/4个牛油果切成片，2个鸡蛋，加小半勺盐，1点黑胡椒和1点牛奶，9成蛋液。小锅里一丢丢油，润润锅底就可以。把虾仁和番茄倒进来，炒到虾仁脸红的时候，给牛油果腾个位置，再把蛋液淋进来。可以直接加盖，小火焖上3-5分钟，也可以先烘到边缘微微凝固，咕噜咕噜，再扔进提前预热好的烤箱，200度烤上10到12分钟。这期间你尽管去刷牙、洗脸、换衣服，收拾好后它也出炉，还能省一个洗盘子的功夫。哒哒，这就是加长版的意式烘蛋 frittata。鸡蛋香喷喷，虾仁弹嫩嫩，烤过的牛油果更加软糯，小番茄咬在嘴里会一口biu汁。早餐有10分钟的同学，那就来个番茄炖蛋一锅端。假设前一天你吃的是番茄牛肉叠叠锅，那切菜的时候就顺手多整点番茄块和洋葱丁，第二天早餐又能凑一锅。一丁点油润润锅，下洋葱炒到微焦，放番茄块，撒点盐，加速出汁，再加点番茄酱或番茄膏调个味。这一锅的鸡蛋不用额外打散，挖2个坑，直接磕进来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焖煮2-3分钟，刷个牙的功夫就能一锅出。开吃前再加1点黑胡椒，哒哒，这就是网红 brunch shakshuka 北非蛋，配上全麦面包和牛奶，番茄的酸甜和胡椒的辛辣瞬间唤醒你的味蕾，全麦面包蘸上半流心的蛋黄，真是绝配。如果你只有5分钟，不想开火又不想洗锅，那就来个蟹柳蛋卷一盘端。假设你前一天没有做饭，那这边建议轻轻常备蟹柳、黄瓜和鸡蛋。黄瓜简单切丝，大早上不想动刀的话，也可以将刨成片。和第一款一模一样的配方搞个蛋液，这回不用小锅，找个有点深度的盘子，平铺保鲜膜，倒蛋液，铺黄瓜，撕蟹柳，放进微波炉，中高火3分钟。出炉后再码一片低脂芝士，芝士也是优质蛋白和脂肪，所以你瘦不下来的不是芝士的锅。提起保鲜膜的一端，直接对折起来，叉子稍微压一压，趁热彼此融合。抽出保鲜膜，挤上可有可无的番茄酱，再配上全麦面包、刚才剩下的黄瓜丝和自己溜进来的小番茄，哒哒，这就是微波炉版 omelette。 喜欢蟹柳的同学，比如我本人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款搭配。蟹柳鲜甜，黄瓜清爽，鸡蛋无油却依然滑嫩，还有芝士增加灵魂，我单方面给它100分。如果你只有1分钟，那不如先投2个币，我再给你个 Plan D。 之前总有人说1期3款有点少，这回我就把1周7天的搭配安排好。这些食材可以分装放在冷冻，工作日早餐随时取用，也可以周末抽点时间重复以上操作。出锅时直接把蛋饼加入全麦吐司做成三明治，或者裹入全麦饼皮做成卷饼，裹上保鲜膜冷冻保存。想吃哪一款，提前1晚放冷藏解冻，早上出门直接丢微波炉，高火1分钟叮热，再顺手带一杯轻卡酸奶。就问还有比这更快手的减脂早餐吗？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